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所有現代人都無法逃避的困境，那就是我們對社群媒體的集體疲勞感。其實我們每天花好幾個小時滑手機，看完之後卻只覺得焦慮和空虛。關於這個問題，社會上最常見的爭論往往聚焦在所有權，也就是到底該由誰來控制這些平台。有人主張應該終結社群媒體的私人所有權，交由公共或國際組織管理。但是這場關於公有與私有所有權的辯論，其實是一種錯覺，這根本沒有抓到問題的核心。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這份來自牛津辯論社的精彩演說，直接打破了這個盲點，為我們揭開了社群媒體真正的陷阱。當我們把焦點放在誰擁有平台時，我們其實就完全忽略了資訊傳遞的底層邏輯。講者在演說一開始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假設，他問在場的所有人，想象一下，如果一個國家的元首完全控制了我們每天交流的數位公共廣場，那會是什麼樣的景象？他直接舉了美國前總統唐納川普與他的真相社群為例子。如果所有的社群平台都變成了由國家機器或是單一政治領袖來控制，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未來。這代表着極端的政治俘虜風險。國家擁有平台，意味着政府可以直接決定你能看到什麼資訊，以及你不能看到什麼資訊。在這種情況下，反對的聲音會被輕易抹除。歷史上，我們看過太多次單一權力壟斷資訊管道的後果，這絕對不是我們想要用來取代現狀的解方。重點來了，我們現在其實陷入了一個虛假的二元對立之中。社會大眾經常被迫在兩個極端之間做選擇，一邊是硅谷的科技新貴，那些擁有無數財富的億萬富王掌控着我們的注意力；另一邊則是剛剛提到的，由國家與政府來進行全面控制。但是，講者明確指出，這兩條路都是死胡同。我們深入分析一下背後的邏輯，就會發現，私人資本的目標是極大化商業利，他們需要你的眼球停留時間，所以他們推波憤怒與對立。而國家機器的目標是最大化政治控制，他們需要社會的絕對服從，所以他們進行審查與掩蓋。這兩種所有權模式都無法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史無前例的假訊息氾濫，以及社會嚴重撕裂的問題。換句話說，一直糾結在誰擁有平台，根本就是搞錯了方向。第一章，真正的罪魁禍首——演算法，探討被放大的社會偏見與假訊息。如果問題不在所有權，那到底是什麼毀了我們的數位生活？真正的罪魁禍首其實是演算法，這是一個機械化的資訊派發系統。決定我們數位生活品質的不是誰在幕後當老闆，而是這些資訊究竟是如何被推送到使用者面前的。社群媒體最初推廣給大眾時，打着資訊民主化的旗號，承諾給我們一個每個人都能發聲的烏托邦。但是，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演變，就會發現事情的發展完全失控。回到西元2001年，那是一個講求使用者主動選擇的黃金年代。當時的動態消息是按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的，你追蹤了誰，你就看到誰的貼文，這建立了一種真實的連結文化。但是到了西元2016年，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平台全面導入了以互動率為導向的演算法，系統開始預判什麼樣的內容能把你留在平台上最久，然後拼命塞給你。這直接導致了我們今天所處的現狀，一個充滿極端撕裂與假信息的災難性環境。我們繼續聊下去，深入對比一下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2010年的黃金時代，使用者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我們主動選擇接收資訊。
那個時候的網絡世界雖然也有缺點，但至少是相對平靜且真實的。反觀2016年之後的演算法極端時代，情況真的完全失控了。在現今的環境裡，專業知識被隨意拋棄，真正有價值的內容往往乏人問津。相反地，能夠煽動情緒、引發憤怒和爭議的言論，卻在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蓬勃發展。這個商業模式的底層邏輯非常清晰，因為憤怒最能換取你的點擊和停留時間。平台為了廣告收益，犧牲了資訊的真實性與社會的和諧，將我們的注意力變成了最廉價的商品，對吧？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真實的案例。第2章，澳洲實驗，分析對抗科技巨頭的挫折與進展。既然演算法帶來了這麼大的危害，各國政府難道沒有試圖反擊嗎？我們來看看澳洲最近的真實實驗。澳洲政府推出了一項極具爭議的政策，全面禁止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體。這代表着大眾對於社群媒體的焦慮已經達到臨界點，迫使政府必須採取強硬手段。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這項禁令其實包含了2個同時存在的真相。第一，這是一項極度無效的政策。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現在的年輕人都是數位原住民，他們對於科技的掌握度遠超過立法者，政府這種一刀切的手段根本防不勝防啦。但是第2個真相是，它成功創造了極具威力的談判籌碼。這個小國的政府透過這項立法，證明了國家公權力確實可以迫使科技巨頭低頭。在禁令的壓力下，所有平台都被迫展現出他們其實具備技術能力，開始實施某種形式的年齡驗證機制。這顯示出科技巨頭並非無法監管，他們只是缺乏足夠的外部壓力而已。剛剛提到年輕人繞過禁令，到底有多快呢？答案是短短的2秒鐘。這是一個非常諷刺卻又無比真實的數據。這項禁令上線後，孩子們只花了2秒鐘的時間，就成功破解並繼續使用社群媒體。這個數據深刻地提醒了我們一件事：那些為了獲取政治利益、安撫民心而倉促推出的表面禁令，絕對不是長遠之計。面對複雜的數位環境與演算法黑箱，我們需要的不是這種政治作秀般的圍堵，因為數位時代的圍牆是非常脆弱的。我們需要的是更聰明、更具結構性的解決方案，從根本上改變使用者與平台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第3章，未來的出路，演算法選擇權，探討如何將資訊控制權還給人民。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既然禁令無效，真正的出路到底在哪裡？講者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建設性的監管替代方案。他主張我們必須放棄那些無效的全面禁令，轉向一種能真正賦予使用者權利的結構性改革。這個方案的基礎建立在一個我們都很熟悉的法律概念上，那就是知情同意。在醫療或是簽署商業合約上，我們都必須在充分了解潛在風險的情況下，才能做出同意的決定。但是在數位世界裡，我們卻被迫接受演算法的操弄。因此，知情同意代表着一項針對平台的法律義務。平台必須提供明確的選項，讓使用者合法的選擇退出那些極端的演算法推薦，並且有絕對的權利回到2010年那種純粹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的動態消息。這意味着演算法不再是強迫推銷的預設值，而是使用者主動勾選的附加功能。這種監管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為向善的監管。過去我們聽到政府要監管網絡，第一時間擔心的往往是言論自由受到侵犯，害怕政府變成思想警察。但是實施知情同意與演算法選擇權完全沒有限制任何人的發言權。它的作用是建立一道獨立的安全護欄，它不僅保護使用者免受為了點擊率而強行推播的有害內容侵擾，更重要的是，它重新賦予了個人選擇的力量。你依然可以在平台上自由發言，你只是不能再依賴演算法，把你的極端言論或是虛假資訊強行塞進別人的眼球裡。這將徹底改變平台的競爭規則，讓優質內容重新獲得關注。現在，這個下一點非常重要。第4章，創作者的矛盾，分析依賴演算法與反思。講到這裡，
講者分享了一個非常引人深思的個人觀點，這也是一個當代創作者的巨大矛盾。這位講者本身就是一位進步派的內容創作者，他在澳洲建立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政治評論社群。他坦誠，他之所以能找到廣大的受眾，甚至能夠繞過傳統媒體的重重審查來發聲，正是依賴着各大社群平台以及他們背後的演算法。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矛盾，他的商業模式和社會影響力完全依賴於那個他現在強烈主張必須被嚴格監管，甚至被削弱的演算法巨獸。儘管如此，他還是堅定地說出了這段話：我寧願我們大家都身處在一個更安全、更符合人性的環境中。這句話展現了極大的勇氣和個人可信度。他非常清楚知道，推動這種賦予使用者選擇權的法規，很可能會嚴重打擊他自己的觸及率，損害他的商業利益，甚至讓他失去許多潛在的觀眾。但是身為一位具有反思能力的觀察者，他認為這絕對是必要的犧牲，因為比起個人的流量與短期利潤，一個不再被演算法撕裂、不再充滿仇恨的健康社會，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追求的核心價值。講述到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拋給大家。如果今天法律賦予你權利，讓你可以一鍵關閉那些不斷操弄你情緒的演算法，回到最單純的按時間排序的動態消息，你會選擇退出嗎？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思的問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社群媒體的真正毒藥，並非平台所有權，而是操弄人性的演算法。我們應推動的解方是確立知情同意原則，讓使用者擁有退回時間排序動態的合法選擇權。將資訊控制權還給個人，才是重建健康數位環境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